出门旅行带什么相机和镜头是不是特别的纠结？别说您了，我自己也纠结。带什么器材，带多少器材，带少了觉得拍不过瘾，带多了呢，怎么打包，怎么托运，是不是安全，这些都是问题。今天呢，从我自己还有我这么多年带采风摄影团的团员的亲身经历，跟大家分享5条旅行带装备的经验，让您少花冤钱，少走弯路，舒服又安心的旅行。欢迎收看《采风摄影生活杂志》，我是大马猫本。眼看2024年都快过去一半，时间过得真快，所以想到做这些内容，是因为发现下半年还挺忙的。接下来基本每个月都出行，6月份昆士兰，7月份澳洲到了雪季要进山，8月份非洲肯尼亚看动物大迁徙，9月份日本，10月、11月份是连轴去墨西哥亡灵节和古巴老城，12月份的南极。去这些地方带哪些器材，说实话我自己也得深思熟虑。我不想忽悠大家说你必须带哪个镜头，因为不说使用环境，推荐器材都是耍流氓。每个不同的目的地，不同的行程，甚至跟您同行的人不同，都会有不同的选择。我自己总结出一套怎么搭配选择器材方法，希望对您能有启发。咱们一个一个目的地说说这是什么季节，怎么玩，怎么带器材。咱们正片开始。6月份澳洲的黄金海岸，气候是热带深秋，旅行的性质是团建。经验第一条就是不要迷信定焦，除非你对这支定焦很熟，还要对拍摄环境很熟。我总有一种幻想说我是因为不想说别人不合适，但我知道这种情况很普遍，就是以为带上一支定焦就能把最好的画面带回来。现实总能给自己上一课，新买还没怎么用的定焦怎么背过去，怎么拿回来。定焦镜头要出好照片，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，光线好，环境搭，主体秀才能发挥出作用。绝对不是说把光圈开到最大，靠背景虚化就完事儿。用定焦站位不理想，角度不合适，还不如一支普通的变焦镜头更能出片。6月份是去澳洲索尼总部的组织的活动，邀请了摄影圈的 KOL， 大概就是一个熟人拍吧。因为我完全不知道那几天的活动安排是什么，会在什么样的环境下拍摄。即使带上自己最熟悉的8740定焦，大概率估计也是会翻车。所以保险和方便起见，我会带着 ACS3 配2070。变焦镜头适合大多数场景，虽然有点无聊但是非常保险。这次呢，是因为拍摄 vlog 为主，所以选择偏广角的20到70。平时会用24-105，如果不太自拍的话，您可以选择往长焦方面偏的28-135或者28-200。现在是20毫米的广角来拍摄 vlog， 这个视角还是蛮舒服的。一个臂展的距离，主体的位置还有背景的大小，这关系还是挺舒服的。叫什么？早霞不出门，晚霞行千里。早上起来，哇，天边一个早霞，结果你看后边就跟猪八戒来了一样。现在还是一个臂展的距离，24毫米的视角，就稍稍有一点窄了，也不是不能用，还行吧。现在的视角呢就是28毫米了，你就觉得稍稍有点窄了，尤其像我这种自带大头特效的，肯定用起来就没有20毫米那么舒服了。有人问我尼康的28-400怎么样，我没用过，但是我是这样认为长焦镜头只要超过300毫米，300-400，对焦速度，它拍摄的题材就比较高了。我不太觉得变焦比这么大的镜头会在长焦端方面、对焦方面会有惊人的表现，所以我是画这个问号。用过的朋友，您可以说自己的体验。咱们说回到定焦如果您选错一支陌生的镜头，可能会比没带这支镜头还让人抓狂。比如这次我去摩洛哥，带的是哈苏新出的25做测试。有一说一，头是好头，但是一路上我无数次咬牙，这场景这环境要是带着我平时最顺手的5就好了。7月份维州高原，气候呢是下雪的冬季，旅行的性质就是户外活动。经验第2条，专务专用。如果哪些设备在某一个拍摄题材的时候人手一支，那就必带。比如像伊萨3610的全景相机 X4， 基本上滑雪圈是人手一个，尤其是滑得好的那是必带。同理呢，还有像泉水圈的 GoPro， 还有像轻装 Vlog 的那个 Pocket 3，还有我们拍视频人用的 A7S3， 这几个产品都是为了这几个场景专门设计的。在圈子里边流行不是没道理，您跟风就对了。
8月份非洲肯尼亚，气候是热带还有温带高山气候混合。经验第3条就是备机专心做备机，等主机没法用的时候再把备机掏出来，而不是2台机器倒着用，那叫2台主机。尤其是去偏远地方旅行啊，有朋友会带2台相机，比如像一台 A7R5 当主机，再带一台 A73、A74 什么当备机，我非常的理解，因为大老远出去一趟，像什么非洲啊、南极，万一相机坏了，那没办法，确实多带一个保险。但是也千万别说，反正2个机身了，那不如多带几个镜头，省得换镜头了。2个相机倒着用，想多了，真的想多了。一来呢，带2台相机又大又重，行李呢加倍，保险金也加倍。第二一个呢，就是你带着这台想着用那台，结果哪台拍的都不专心。人在摄影的时候几乎是不可能同时兼顾多任务处理的，换镜头等于换脑子，等于换拍摄思路，在同一个位置同时满足拍摄长焦和广角的这种好片可能性不大，大概率您会得到2张比较平庸的照片。如果您真的需要第2个机位，那最好把第2台相机放在那里边不用管，就像拿一台机器放这加延时，或者是说整一个运动相机放在机顶上做一个主视角记录，开机不管。我这次去非洲，主机是索尼的 A1， 镜头呢是400毫米 2.8， 不换了，一支镜头打满全手。离远了拍全身，离近了呢咱拍局部、拍嘴、拍眼睛、数毛。备用机呢，用一支运动相机夹在相机的这肉鞋顶上，或者别在胸前，咱们记录全场。9月份，日本，这是重头戏，从东京到大阪，气候呢是夏末，旅行的性质就是和家人一起度个假。参考经验上面一条就是，我就带1台主力相机，备机尽量简单，就是主力机器 Osmo Pocket 3云台相机，揣在包里，旅行记录，吃吃喝喝，玩玩乐乐。备机准备带一台不怎么动脑子的，具体我还没想好，大概率可能是哈苏的 XD， 因为这个我熟，对我来说呢，功能纯粹，操作简单，还容易出片，对吧？10月、11月是墨西哥和古巴，气候是秋季开始变冷的这种海洋和高原的气候。经验第4条就是，如果一定要带第2支镜头，是带广角还是带长焦？因为这2个镜头它所占的拍摄精力不太一样。先说广角镜头，一是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才能拍到好照片，广角必定要起早贪黑找光线，这个时间大概率跟别人睡懒觉和跟大家一起吃晚饭的时间冲突。二来呢，广角对于画面的拍摄位置更苛刻，就是为了拍摄有前景的海景或风光，你必须走到有前景的位置，你要找机位试拍，就要花很多的时间。第三一个呢，就是广角对于天空和地面的光线要求很高，像什么阴天、起雾、下雨，这个天气不好，这一趟就白来，对吧？有人说，那我带一个大广角，不是拍风光大片，就是想记录一下大场面。如果您这样随便拍的话，我觉得您带这大广角真的未必比手机 0.5 倍的广角镜头拍着画面更好看。反观长焦，只要有一双善于观察的眼睛，就连您过马路等红灯的时候，都能在原地抓拍到几张像样的照片。所以扫雷万，除了标准的变焦镜头，带广角还是带长焦，我觉得看您出门是自己还是说跟别人一起。旅行就是花钱买时间，我们买直航的飞机，我们住交通方便的酒店，一切都是围绕着怎么节省时间来。如果您自己旅行，带广角带长焦随便，反正一个人有大把的时间自己说了算。但是如果您是和家人一起，那我建议偏向带长焦。当然了，你也别非得带一个长焦。你想象一下啊，热带海滩，别人都泳装沙滩裤在那享受阳光，发现有一个人挎着一台单反加一个7200长焦，是不是挺格格不入的？所以这次去古巴和墨西哥，如果我想一心拍照片的话，可能会是哈苏的 XD 加上55。如果拍视频的话，可能是 A7S3， 但是镜头可能会选择手持拍摄的28135。我可能在机顶上再加一个运动相机，会选择暗光表现比较好的 Insta360的 X Pro。运动相机这种形态呢，旅行我是非常鼓励推荐的，就是都不用带那些附件啊，就是裸机揣在身上，随手您可以放在哪儿拍个岩石啊，跳在水里拍个海浪什么的，都能大大丰富画面内容。出门到底是拍照片还是拍视频，我以前做过一期讲的非常详细的内容，大家可以看上面链接。12月份南极半岛，
第5条经验就是带什么器材听人劝，别想当然，问问真正去过的人到底用什么最好，不是越贵重的器材越出片，选择正确的设备事半功倍。比如在南极大家都说要带糖胶，那带多大的呢？有朋友想当然600毫米一定比400好，结果发现600毫米的视角太窄，在船上摇晃很难拍到动物，而且呢南极的动物根本不怕人，动不动就距离只有5-6米，超长的镜头根本施展不开，而且呢长焦增倍镜基本上也用不上。这些经验都是去过的人才能给你的，哪儿能得到这些经验？鼻子底有嘴问呐，对不对？你看别看我现在说的是头头是道，真到了出发前，其实呢我还是会纠结，到哪支镜头啊，拿哪个设备啊，拿哪个不拿哪个啊，放弃哪个都舍不得。其实挺有意思的啊，你看摄影的过程从头到尾贯穿的就是什么？取舍2字。从选择去哪儿目的地，到怎么打包，到具体你在拍摄都是画面构图，处处要做减法。敢大方的舍，才有纯粹的得。只有时间才能真正教会我们这个技能。好了，我们再总结一下5个让你带器材不纠结的经验：第1，不要幻想定焦；第2，专务专用；第3，简化备机；第4，广角比长焦花更长的时间才能用好；第5，就是多听听去过人的建议。希望您能把这些经验用在明年和我们一起走的行程上。我明年行程也很满，4月份摩洛哥，8月份纳米比亚，10月份古巴，12月份南极。感兴趣的朋友提前预定，说没就没，对吧？可以关注一下墨尔本采风摄影公众号，所有的旅行摄影的信息和上课信息都在这里。好了，感谢大家耐心观看本期的节目，我是大马猫文，下期再见。